我是云飞。之前我不是在评论区问过大家对红米手环3它有没有兴趣吗？当时想给大家做一个开箱的详细分享来着。我个人是对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，因为它就是目前小米手环生态最入门的产品，有着在售最便宜的价格，目前官方售价是159，在电商平台上最低有过120左右。那么就这样一个价格，它都有哪些功能呢？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入门的选择呢？那么就从最便宜的手环来入手，看看我们的预算在没有那么充足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买到一个怎么样的产品。那我们讲收藏，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。首先还是一起来沉浸式开个箱，然后带大家一起来过一下它的功能。当当，我整了一个非常便宜的手环，悄悄默默发布的一个159的红米手环3，这也是群里面的粉丝提醒我才知道有这个玩意儿的。Redmi 手环3，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些配置啊，1.47英寸的彩显大屏，流畅的刷新率，日常续航、心率、血氧检测、科学睡眠监测、全天心率监测、运动模式、50米的深度防水。红米的手表我们已经测过蛮多了啊，然后这次来看看红米的手环。红米的手环这个其实就比较的简陋一点，稍微简陋一点啊。好，说明书。我们看一下，它一个充电器，然后这里是它的手环本体，看得出来它是比较明显的。你看这一块应该是它的显示区域，表带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拆卸的，应该是，不对啊，应该有啊，它是可以拆卸的。然后充一下电，开机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简体中文。屏幕显示效果稍微会差一点点啊，这个屏幕显示效果。然后这里就是会弹一个弹窗，我们连接此设备，那它就在连接中了。OK， 配对，继续，打边这些也都完成。OK， 开始使用。一来它是有一个新版本，然后我们更新一下。好，等待它重启升级。好，升级成功。OK， 也还行，刷新率还可以，然后也挺流畅的。就是整个它这个屏幕会比小米手环，就是屏幕的显示效果会差一点，流畅度倒是还可以。那系统是 HyperOS 1.1.135 Redmi 手环3，电池测算续航。系统操作重启连接新手机，系统倒是一样的。表盘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熄屏显示啊。熄屏时间这个熄屏应该是没有熄屏显示，然后震动模式它只有一个标准和关闭，给大家感受一下啊。这是关闭，然后这是标准，还行。设备密码也有，然后电池系统操作，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它整一个的这个功能啊。首先首页面是这个，然后这个勿扰、台湾亮屏设置，这个是手电筒，然后还有一个闪光模式，然后这是找手机，这是它的低电量，这个是常亮显示，没了。那这边的话它是一个表盘。然后这是一个音乐、微信支付、支付宝支付、天气，好，没了，它并不是能够一直循环的那种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盘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盘啊 ，Redmi 手环3全部，收音机，这是一个浅色的表盘，我们刚好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边框啊。所以你看它这个边框其实还挺宽的，然后下巴它和上边是不等宽的。然后 Redmi 上面的是全部都是免费的，全是免费的啊。也有蛮多不错的这个主题，就是数字会更 OK 一点。看一下，内存不足，我靠，它这个内存有点小嘛，我看一下现在几个。1、2、3、4个，我们需要删掉一个。好，
这个红米的手表大家就别想有什么这个可玩性了，这个可玩性应该是非常低的，因为就这么点内存嘛。OK， 好了，好，看一下其他的功能，通知设置，然后运动健康设置，心率它是可以智能监测全天，然后睡眠高精度也开一下，然后血氧饱和也可以全天，站立提醒可以开，这个也可以开，活力指数这个就属于该有的都有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全部的功能啊，首先往上拉，这里是它的运动方面，户外跑步、健走、自由运动、徒步、户外骑行、户外跑步、室内跑步、跳绳、登山，然后更多运动，户外8项，训练23项，球类12项，冰雪4项，休闲3项，应该是还是能够覆盖大家所有的一个这种运动的啊，球类运动、高尔夫，常见的肯定都有。然后运动记录这里这就没有啊，活力指标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数据，我是刚开啊。心率我这个没测，血氧也没测，睡眠、压力，然后融合设备中心这里有一个家庭屏，有我的手机。天气它是这样子的，也还可以。然后日程，然后这个是音乐，遥控拍照，这个要设置一下。闹钟它是这样的，添加闹钟，比如说这样子，智能唤醒，它有这个功能挺好的。然后这是秒表，其实它的震动其实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倒计时，找手机，然后支付宝都有，微信也都有啊。然后剩下的就是设置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功能非常简单嘛。设置里面它有表盘的一个更换，它目前来说感觉是只能放4个表盘。然后屏幕亮度它是没有自动亮度的，它是只能自己去调。熄屏时间也是自己设置5秒，最多是可以5分钟。然后台湾亮屏全天开启，也可以定时开启。然后遮盖熄屏，然后勿扰模式可以选择是否同步手机，然后睡眠勿扰这些都可以开。然后震动模式，这个我们刚才看过了。设备密码、电池、系统操作、关于 OK， 还是挺行的，就是一个基础的手环的一个功能吧。然后看如果以后不会需要折腾那些，其实这个价格也还行，特别是后面如果它有补贴价格，或者过一段时间它的价格更低了，其实还是挺 OK 的。整体看起来，你觉得它如何呢？首先，对于我来说，感触最明显的有2个点，一个是它的分辨率和显示的效果是真的挺一般的，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差别。但同时，第2点就是它的刷新率还不错，有60帧，且系统运行起来很流畅。毕竟出厂有搭载了澎湃 OS， 且系统也一直在更新。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础功能都有，虽然屏幕效果一般，但整体的面积会比手环9大。然后就是续航方面也会更长。如果我们只需要偶尔的看看自己的心率，看看自己的运动数据，看看血氧啥的，那么这样一款手环也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。而且上面的这些功能它都是可以全天自动监测的。而在表盘方面，其他的高端一点的手表手环已经有了付费的表盘，而它这里所有的表盘都还是免费的，且丰富程度也还是挺足的。当然，除了没有付费表盘，第三方表盘也和它无缘。在米团，我们甚至看不到这款手环的一个分区，然后就是熄屏显示，它也是没有的。这款手环我们更多的在意的应该不是它的外观，而是续航和健康的监测。续航方面，其实这样搭配下来，其实也还可以坚持蛮久的，基本和手环9 Pro 和手表5一个水平，就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而且在通知方面，焦点通知它也都是可以支持的，这就挺不错的。如果不在乎二手之类的，其实现在也可以捡一些不错的二手，价格也可以到100以下，就还是挺香的。
要知道之前的小米手环1代连屏幕都没有，价格也要79。红米手环3这款产品虽然没啥亮点，但在这个价格、这个时候还是挺好的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舍得花500块钱买一个手表，特别是有的人并不需要有那么多功能和可玩性。而这个手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最近比较热门的手机14C，就是在入门的价位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，除了二手，也可以在100出头的价格买上一个新的米系手环。那么这就是我这期红米手环3的分享了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，买的用户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看法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评论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